女孩满脸杀气地举起猎枪，瞄准向她冲来的汽车，果断扣动扳机，但并没有打中男人。紧接着第二枪再次打偏，车上的男人兴奋至极，在紧要关头，第三枪成功将其干掉。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让她的眼神中充满如此重的杀气？原来就在昨天，女孩还是一位千娇百媚的花季少女，浑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原本她是和富豪男友来到荒漠的一处别墅度假，准备享受3天2晚的2人世界，但她不知道危险正在向她步步逼近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起床，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个苹果，一口咬下，可转身突然被惊吓到了。在玻璃窗外面，有2个手拿猎枪的男人正直勾勾地看着她。女孩大美尴尬地把男友茶哥叫了出来。原来2人是茶哥的朋友，一个叫胡子哥，一个叫胖哥，约着在2天后一起打猎的。可他们突然提前来了，到了晚上，2人的2人世界变成了3男1女的狂欢。胡子哥油嘴滑舌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而胖哥正在远处用望远镜偷看着大美精致的五官。果然在第二天早上，大美醒来发现茶哥并不在旁边，他刚起床换好衣服，胡子哥就闯了进来，毫不避讳地坐在大美旁边，并且大胆地向大美表白。大美略微显得有点尴尬，于是委婉地拒绝了胡子哥，并且表示茶哥马上要回来了，随即便站起来离开。但胡子哥直接挡住大美的去路。在关键时刻，胖哥打开房门，直勾勾地看着2人。此时的大美已经眼泛泪花，渴望能得到胖哥的帮助，但最终胖哥还是关上了房门，转身离开。房间里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哀嚎。没过多久，茶哥回来知道此事，开始安慰大美，随后便给了她一张天价支票，让大美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此时的大美算是看清了茶哥的嘴脸，于是立刻要求茶哥马上送她离开，否则将他们的事情全部曝光。茶哥听后瞬间变脸，一巴掌打在大美脸上，生气的大美趁不注意时直接逃跑了出去。茶哥立马追了上去，在客厅的2人见状，发现情况不对，也立马上去帮忙。大美用她那2米的大长腿一路狂奔，茶哥怎么追都追不上，一心只想摆脱他们的大美，完全顾不上脚底钻心的疼痛。可突然大美停下了脚步，因为前方已无路可逃，向前一步便是几十米的悬崖戈壁，而后面的3个男人已经来到了身后。茶哥不断地向大美道歉，并且表示可以立刻送她离开，然后慢慢地靠近大美。突然茶哥趁其不备一把将其推了下去，大美刚好落在了一个干枯的树枝上，但树枝穿过了她的身体，新鲜的血液一滴滴的流出。3人看见大美一动不动，以为必死无疑，于是赶紧回去把关于大美的东西全部烧掉，清理掉所有的证据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大美突然醒了过来，剧烈的疼痛使她动弹不得。大美先是用耳机将远处的打火机弄了过来，然后捡起旁边的干柴点燃，整个树枝开始燃烧。很快树枝支撑不住大美的身体，直接掉了下来。可还没等大美缓过神来，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声音，是茶哥3人折返回来了。他们担心尸体被人发现，想回来毁尸灭迹。大美知道一旦被他们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肯定会被灭口，于是强忍着疼痛向前爬去。在被发现的最后一刻，大美靠近墙壁，躲进了他们的视线盲区。3个男人发现大美不见了，心里开始慌张起来，立刻开车寻找。当男人们来到下面时，大美早已离开了现场，但因为伤势过重，地上留下了血迹。他们一路跟着血迹寻找，最终血迹消失在了一个湖边，于是他们开始分开沿着湖边搜捕。此时的大美还在湖中不断的逃亡，很快远处便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，是胖哥开车追了上来。大美躲进湖里逃过一劫，随后筋疲力尽的爬上岸边，在远处发现有灯光若隐若现。大美上前查看，原来是胖哥在不远处小便。大美看见放在地上的猎枪，顿时复仇的欲望涌上心头，她悄悄地靠近，等胖哥反应过来时，大美迅速拿枪对准了他，接着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但猎枪并没有上膛，胖哥得意地笑了，一把抢过猎枪，接着将大美狠狠地按在水里。但胖哥并没有直接将大美置于死地，而是不断地折磨她。在慌乱之中，大美抽走胖哥身上的匕首，找准时机，反手2刀扎向胖哥眼睛。胖哥就此为自己的狠毒付出了生命。随后大美拿起胖哥的装备，在不远处找了一个山洞，用枯草升起一个火堆，把猎枪的子弹全部上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接下来将是清理自己的伤口。大美把易拉罐壳放在火堆上烧得通红，接着狠心的放在自己的伤口上，以达到高温止血和消毒的作用。整个过程硬是没有吱过声，直接晕倒过去。第二天胡子哥在湖边洗脸，突然胖哥的尸体瞟到了面前，吓得他惊慌失色。茶哥告诉他一定要找到大美，将其干掉，否则2人也会有危险。
说完，他们便分开行动。而此时的大美仿佛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，从昏睡中清醒过来，伤口也因为高温烫伤而解疤。他开始收拾装备，走出山洞，来到一个高处的山坡上，观察四周的动态。此时的他眼神中充满杀气，那个青春靓丽的大美早已死去，现在的他眼神中只有复仇。大美用望远镜发现了胡子哥的踪迹，他开始通过小路一路紧跟在身后。突然胡子哥的车没有了，需要下车加油，这刚好给了大美机会。大美躲在身后的岩石后面，用猎枪瞄准胡子哥，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但后坐力太猛，直接将大美震倒。等他再次起身查看时，胡子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大美小心翼翼地靠近汽车查看，只发现了一条血迹，随即沿着血迹一路追杀。此时受伤的胡子哥正在慌忙地逃跑，可突然路上的血迹消失，只留下一只鞋。大美有点慌张地四处查看，而狡猾的胡子哥已经绕到了身后，用枪瞄准大美，一枪扣动扳机。大美应声倒地，但并没有伤及要害，只是擦伤了耳朵。大美拼命地往前逃跑，胡子哥在后面不断地射击。紧急情况下，大美随手打碎了手电筒玻璃在地上，胡子哥毫无防备地踩了上去，疼痛瞬间让他放弃了追捕，他只能折返回来，开车追击大美。大美听到后面的汽车声后，他决定放弃逃跑，要与胡子哥背水一战。大美强作镇定地举起猎枪，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三个仇人已经解决掉2个，现在只剩下茶哥。此时的茶哥怎么呼叫胡子哥都没有回应，而且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。他感觉到了情况不妙，于是迅速的折返到别墅，立刻联系直升机来接应。就在茶哥洗澡等待的时候，突然外面传来了动静。茶哥立刻拿枪上前查看，检查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异样，可当他一转身时，大美已经在外面用枪口瞄准了他。茶哥终于露出了一丝害怕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大美果断地扣动了扳机。影片的最后，大美满身是血地走在油池边，仰望着远处的天空。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以前的那个辣妹已经不复存在了。